你们要去处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每个限制，但是你们不愿意去这么做。你总是说，金色星辰，请消除我的一切限制吧，这样我就自由了。理想状态下才会这么简单，而实际上这是回避感觉的典型例子。限制的产生源于一些特定的情绪信念或者感觉，所以当你想要打破限制的时候，你不得不去处理最初在那里设定限制的那个情绪。情绪体连接了你还有灵性体，你或许会想绕过困难的体验，但是你必须经由感觉去穿越它。你想把麻烦的事情扫到地毯下面，说我才懒得管。然而困难其实是宝石，哪怕你发现自己有10万条限制，也不要灰心，只需要说这真有趣。观察你给自己设定的限制，不要去诅咒它们，只是观察，看自己能否发现它们从何处产生，寻找它们的意义。当初你在哪里获得的这些限制？当你承认、认识和意愿释放某些东西，它们就流动了。当你执着的或者恐惧的去想，我喜欢那个限制，它很适合我，这样你就限制了自己。你必须学会去爱你的情绪。当你将一些事情描述为困难的时候，让它变得困难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你在抗拒和评判所产生的改变，你感到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于是你想控制事态。控制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它必须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方使用，就像万能胶那样，万能胶用错地方会带来糟糕的结果。你曾经把手指或者嘴唇粘住过吗？你必须练习控制万能胶的使用，如果用错，你就粘住了，什么都干不成。控制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被粘住，它就把你固定在一些不需要的事物上。你必须精心选择去控制什么，不控制什么。陈旧的人类模式或者范式会说，你必须要处于掌控之中。你们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正在觉醒，你需要情绪，你必须与情绪友好的相处，因为通过情绪，也就是感觉，你才能攀登多次元的自我和12脉轮系统的阶梯，探索你的发现。通过感觉，你能分辨出发生了什么。如果某些事情发生了，但身体却未能感觉到连接，那么逻辑头脑就会摄入其中。感觉记录了频率的改变，逻辑头脑则不能这样。你正经历着频率改变的觉醒，你被指引着改变生活中的一些方面，去放手很多东西。不要因为你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，就去抗拒改变，就感觉失去控制，而且看上去似乎是情绪在阻碍着你，但是你的情绪只是想向你展示一些事情，可是你不喜欢它，以为它干扰到你，或者让你感觉到尴尬。明智一些，下次情绪浮现的时候，立刻告诉自己，好吧，我知道有事情发生了，这次我不会陷进去，这里有我要学习的和要改变的，我相信我是被指引的，我知道自己在跟随着一个蓝图，所以我不评判，我顺随流动，去看看其中有些什么。我要求自己在喜悦、安全与和谐当中进行转变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在我进化旅途中，一切都必须满足。我体验喜悦、安全与和谐，所以我会跟随着能量，去看看我改变了什么，又有什么需要放弃。当你的记忆不完整，而且你未能培养内在的信任时，你就关闭了自己，因为内在的改变想要发生的时候，你不明就里。要去相信感觉，
并与之合作。当有些东西激活了你的感觉中心，让你产生不适的时候，去面对那些不适，这是你的本质。这些感觉是你的珠宝、宝藏和宝石，从中去学习自己的身份识别。它们是跳板和起点，你永远都远离不了它们。你不能把感觉推开，说我讨厌那样的自己。虽然你不能改变过去的自己，但是你能改变看待过去的方式。随着你对自己真正是谁不断的觉察和领悟，当你回顾过去的情景，就会对当时的自己有了新的认知，而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。你会开始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一点。当你的朋友在经历情绪功课的时候，去尊重他们，不要被卷入。如果功课是给你的，那就去做，但是不要帮助别人去延长剧情。是时候通过考验了，不要365天都去做百老汇的演出。我们建议把你的故事讲1次、2次或者3次就足够了。你无需对所有的人讲明一切，因为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剧本、自己的故事和自己所发生的事情。你明白吗？当你不断讲自己的事情时，你就错过了要点，因为你只是在谈话，而非实践和观察你所谈论的。向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不过是想被关注而已。你不需要这样。事情会持续，你不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它们，因为它们是你的功课。如果曾经有些事情导致了痛苦，我们保证随后你会遇到一个类似的状况，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同理心，你将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情况。现在出现的，这是以前阻碍你感知实相的东西，是情绪体高速公路的堵塞之处，信息无法流动之处。所以你把情绪的痛苦转化为身体的痛苦。在这里，我们建议你接受身体工作疗法。身体工作就是让外在的宇宙能量进入身体，进入你的心智体、肉体、情绪体和灵性体，从而恢复能量网格。在健康的能量网格当中，细胞记忆不会阻塞，你允许能量进入身体，流经脉轮，向身体提供了数据。而当你处于恐惧，就是关闭了自己，责怪他人，或者处于否定的状态，那个时候你就卡住了。那时即便光的洪水冲刷你的身体，它也无法与网格进行匹配，所以你深陷混乱。每个人都会离你远远的，因为你散发着混乱。混乱是个好玩的地方，混乱并没有错，只要你不做它的永恒居民。当你拒绝情绪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你请求心灵发生地质大变动。当你允许这里刮刮龙卷风，那里吹吹飓风，或者随时随地的来点小火山喷发，就是说你允许情绪自由的表达，它们就不会在你的个人环境里产生巨大的破坏。感觉连接了你还有人性，也连接了你和情绪。在这个存在的领域，情绪与灵性体相连。我们要说的是，情绪或者感觉是活在这个实相当中的关键。有许多的实相没有情绪，但是在这个实相当中，情绪是你最大的天赋。如果你此生都在拒绝情绪，那么你最好明白，你只不过是把它搁置了。如果你不参与情绪的自我，那么你永远无法玩转我们所说的游戏。你只会成为那种整天看着电视，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中的一员。如果你感觉到情绪体有痛苦，问问自己，为什么那里会痛？这个痛苦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你选择创造这个痛苦的情绪？
为什么你不选择创造喜悦？一切都是选择。我们需要提醒你这一点。